我是瓜皮儿。囚犯4587前情提要：为了对抗反派联盟，奥利弗向 FBI 探员沃森表露身份，换来了足够的兵力支援。在天眼会、绿箭小队以及 FBI 三方势力的围剿下，迪亚兹团伙被一锅端，但他本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战斗中，昆汀不幸遇难，奥利弗最终被关进铁山监狱，绿箭的身份变得世人皆知。在那之后的150天里，绿箭小队解散，星城再也没有出现过治安维持者。监狱里的奥利弗度日如年，每晚都会梦到迪亚兹在追杀企儿。为了能够获得减刑，奥利弗在里面从不惹是生非，犯人们的针对他也能忍就忍。在这里面熟悉的面孔极多，青铜虎、特纳、砖墙等等，无一不是奥利弗亲手抓进来的。除了要隐忍罪犯，还要面对狱警的刁难，奥利弗在监狱生活得很难熬。这一天，一个小迷弟罪犯来寻求奥利弗的庇护，一般人都不敢去招惹奥利弗。成为绿箭的身班是汉克保命的最好机会，但奥利弗拒绝了他。没有想到的是，砖墙一众人故意挑事，并借乱针对了奥利弗，想靠这次做掉绿箭，对付他们几人。奥利弗不费吹灰之力，可为了减刑，他不能惹事，收敛了实力之后，狱警把闹事的特纳关了禁闭。第二天，第一个来监狱探望兄弟。这5个月来，他一直在天眼会工作，也搜查了无数次迪亚兹的踪迹，但一直没有消息。天眼会和 FBI 都已认定迪亚兹的死亡，只有奥利弗还坚信他会卷土重来。迪哥希望他不要这么消极被动，不要在监狱中迷失自我。奥利弗折返牢房，发现砖墙正躺在里面，手里拿着费利西蒂和威廉的合照，他们还是没有善罢甘休。如今特纳去了小黑屋，这小团伙就少了一个打手。砖墙想让奥利弗加入，否则会让外面的人去攻击费利西蒂和威廉，留给奥利弗1天的考虑时间。破产的费利西蒂在咖啡馆打工，时不时帮顾客解决下电脑问题。这一天，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：绿箭侠重出江湖。原来几天前，这个绿箭侠就出现了，首次行动就抓捕了一名商人。第二天出现时，瑞内也在场。当时瑞内搏击馆的学员想要到黑市买枪自卫，他本来是去帮学员解决麻烦的，结果绿箭侠半路杀出来，打倒了这帮混混。事已至此，黑海妖 Laura 不得不为市政厅发言，他表示此人绝对不是奥利弗，并且保证会尽快绳之以法。队长戴纳为了查出事情真相，将早前被捕的商人的底细盘查了一遍，发现他一直用一笔巨款运营黑市，也就是说假绿箭侠2次行动之间都是有联系的。于是从事各个行业的绿箭小队重新聚集，目的就是不让奥利弗曾付出的代价白费。几番波折下，他们查出商人正在秘密转移财产。戴纳准备带兵去伏击假绿箭，并且不希望瑞内以野狗的身份加入，可瑞内反而觉得有个绿箭在星城不是坏事。夜里，戴纳果不其然在现场看到了绿箭，立刻实施抓捕。这次行动本该圆满结束，突然几发闪光弹起来，让假绿箭趁乱逃跑。而戴纳抬头看去，烟雾中出手的那人正是瑞内。最近贫民窟经常有个英雄出手帮助那些贫困人群，戴纳知道这都是瑞内干的，可这并不代表假绿箭也会这样。戴纳算是给瑞内下了最后通牒。监狱这边，奥利弗吃饭时又碰上了汉克，再次拒绝了他，也拒绝了砖墙的合作。作为报复，砖墙和辛普森揍了汉克一顿，逼迫奥利弗加入自己。可奥利弗选择视而不见，就这样，汉克被打得满是伤口。奥利弗虽然没有义务救他，但汉克终究是因为他受的伤。他也解释了为何不出手。自从上次闹事之后，一直针对奥利弗的狱警约克就警告过他，再犯一次事就从头来过，那样的话就没有减刑的机会了。汉克哭着说自己也有家庭，自己被冤枉谋杀才进的监狱，他渴望绿箭能还自己正义。一夜过后，奥利弗再次被那个噩梦惊醒，可今天噩梦成真了。家中的费利西蒂遭到了迪亚兹的攻击，热咖啡泼脸后给威廉争取了逃跑的时机，自己则是跟迪亚兹扭打在一起。与此同时，在淋浴室里的奥利弗也被一群人包围。这次的奥利弗没有手下留情，3拳2脚干趴所有袭击者。最后一个人传来口气说：“迪亚兹让我告诉你，你的妻子已经死了。”这让奥利弗极其焦虑。狱警约克根本不给他打电话的机会。好在费利西蒂跟儿子相安无事。在袭击的最后，天眼会的人赶到救出了母子俩。看着妻子脸上的伤，奥利弗流下了眼泪。他以为自己在监狱里受罪，家人就能平安。可今天他转变了想法。费利西蒂提前把威廉送到了寄宿学校，她要留下来跟丈夫一起对抗敌人。费利西蒂留在了天眼会，把箭牌护身符赠给了威廉。而奥利弗他选择不再低调，把监狱里迪亚兹的手下们全部摩擦了一遍，并且当着狱警的面警告了他们。发泄完后被关进了小黑屋。此时一个大男孩雇了一艘渔船，顶着暴风雨登陆了炼狱岛。上岸时被一神秘人活捉，当他再次醒来时，对方的箭已经瞄向了他。男孩立刻从怀里掏出了箭牌护身符，连忙解释说奥利弗是自己的父亲。神秘人这才摘下兜帽，望着眼前的威廉，罗伊的眉头皱在了一起。
2天后，奥利弗被放出了小黑屋。监狱里的高层还是十分感谢这位英雄的，汉克早就在门口等着他了。奥利弗暴打对方时，他看得贼解气，可对方伤势不轻，被转到了2层，再想打听迪亚兹的下落就难了。这2天，汉克也没闲着，他发现砖墙也在为迪亚兹效力，特纳也被放出了小黑屋。砖墙打算跟奥利弗做笔交易，只要他能干掉狱警约克，自己就会把迪亚兹的线索说出来。由于长时间在监狱生活，奥利弗已经忘记了绿箭侠的做事习惯。在汉克的提醒下，他制造了混乱，借机摸进了狱警办公室，从后台查出了约克的资料。结果这货出奇的干净，根本没有任何能针对的地方，只有一对妻儿在外生活。奥利弗把这一切告诉了砖墙。约克虽然人不怎么样，但没有什么错误值得让他死。砖墙偷偷递给奥利弗一把自制匕首，告诉他：你不上，我就亲自动手。下午，约克例行查房，奥利弗借这个机会告诉他有人想要你的命，约克却根本不相信，把奥利弗的警告当成了屁，这让奥利弗左右为难。吃饭时，奥利弗主动接近约克，在他耳边低声用气儿威胁。趁约克发怒抽出警棍的那一刻，奥利弗将手中的匕首递到了约克手里，然后顺势插进自己的腹中。奥利弗倒在地上呼救，约克则是被其他狱警抓捕。看到这儿，奥利弗长舒一口气。天眼会，绿箭小队不但要想办法找到假绿箭，还要腾出时间抓捕迪亚兹。现在的菲利西蒂孤注一掷，将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去寻找迪亚兹。很快便有了线索，长弓猎人他是迪亚兹的线人。而今早，天眼会的隐秘机构被盗窃，凶手皆是迪亚兹的手下，丢失的物品为高密度再生电池。往好处想，可以提供整个星辰的电力，如果用作别的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另一边，罗罗也在四处寻找迪亚兹的下落，杀父之仇他必须要报，戴娜自然要保护他。两女来到一栋大楼，这里是属于迪亚兹的财产，不料长弓猎人提前埋伏在此，罗罗和戴娜险些遇难，依靠声波才得以逃生。同一时间，迪哥接到上面的命令，去夺回再生电池。此次行动并不针对迪亚兹，菲利西蒂不希望放过这个好机会，与遵守命令的迪哥产生了分歧。可天眼会是他唯一的希望，菲利西蒂还是坐镇幕后，并且为天眼会提供了情报。迪亚兹当晚会偷走火车上的能量武器，于是迪哥守株待兔。看到迪亚兹的那一刻，迪哥二话不说冲上去肉搏，并且抢到了再生电池。得手的时候，他命令菲利西蒂切断火车，这样的话武器就不会落入迪亚兹之手。可菲利西蒂不想放过任何机会，最后还是柯蒂斯主动输入了指令。这件事之后，菲利西蒂不想再依靠天眼会，也不再与迪哥合作。他找到了 FBI 的沃森，可沃森并没有打算跟他合作。FBI 有自己的办事手段，不需要外人插手。菲利西蒂并没有因此而放弃。他在离开前放置了窃听器，听到了沃森的内部对话。原来迪亚兹又找到了新的盟友，于是菲利西蒂暗中调查了这个盟友，然后开门见山告诉沃森自己有线索。可上面不想浪费资源去对付一个迪亚兹，于是几个一拍手打算单干。沃森赌上自己的职业生涯，选择相信菲利西蒂一把，但结局不尽人意。行动中，迪亚兹逃离，沃森因为擅自行动被调遣去其他的城市。菲利西蒂虽然愧疚，但还是隐瞒了一件事儿，他和瑞内活捉了迪亚兹的盟友，可对外他们都说对方逃跑了。铁山监狱，奥利弗的伤势有了好转，虽然约克没死，但也不会出现在监狱里。砖墙遵守承诺，打算今晚带奥利弗去见见迪亚兹在监狱的现任，位置就是3B 牢房。约克不在的日子里，监狱成了砖墙他们消遣的乐园，每当晚上熄灯都会出来自由活动。这些东西奥利弗根本就不在乎，他更想见到现任恶魔，哪知这一切都是砖墙的套。在3B 牢房里，奥利弗没有见到恶魔，反而看到了特纳。奥利弗忍着伤口将其制服，夺走了特纳的小刀，并且打趴在场的所有喽啰，然后用特纳当人质前去寻找砖墙。路上，奥利弗发现特纳并不像砖墙他们没有底线，经验告诉他这人可以拉拢。到了砖墙的据点，这里的狱警早就被买通了，不但不干活，还随着砖墙赌起了钱，里面成了角斗场。砖墙突然宣布今晚由绿箭侠对阵辛普森。这个时候奥利弗已经没有撤退可言，只能带伤上阵。辛普森连续攻击奥利弗的伤口，导致奥利弗逐渐暴躁化，接连折断了辛普森的2条手臂。没等砖墙废话，奥利弗直接窜上2楼，拿着小刀架在了砖墙脖子上，逼他说出了恶魔的位置。砖墙笑着告诉奥利弗，你永远见不到他，因为恶魔被关在了2层。相比2层的疯子们，我都算是普度众生了。哪知道奥利弗更疯了，连续刺伤数名狱警，然后静静等待结果。果不其然，监狱将他视为了极度危险，奥利弗就这样下到了2楼，被关进禁闭室。在与其他囚犯接触之前，他需要接受精神评估。精神专家杰瑞特负责帮助奥利弗，饿了奥利弗几天。杰瑞特想要探寻奥利弗的内心，起初的突破口自然是奥利弗的家人，但奥利弗意志坚定，并没有开口。
不甘心的杰瑞特开始给奥利弗注射药物，时间一长，奥利弗变得意识模糊，说出了当年沉船时发生的事，对炼狱岛以及之后的事只字未提。于是杰瑞特趁热打铁，利用电疗重塑记忆，将奥利弗记忆中父亲自杀的画面改成了奥利弗自己，而那个活下来的人成了威廉。奥利弗担心儿子会重蹈自己的覆辙，心理防线瞬间崩塌，意志坚如铁的他也抛弃了自己的身份，成为了囚犯4587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